世子，世子，国公差人来请，两方长亲也来了。不去了吧？对他我没什么好行礼请安的，早就说定了的事情，如今摆什么架子？世子，毕竟陛下刚传了旨，如果传出去的话，会说世子和夫人不识大体，罔顾孝悌，世子还会在朝中落得不敬不孝之名啊！我的名声一向不怎么样，我也不在乎。还是去吧，去见识一下也好。叔姑，打仗也分先礼后兵，况且这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，总不能一辈子都不见面吧？你从前可不是这么婆妈的人，现在怎么了？怕了？我怎么会怕他们？我是答应过你，不让你做这些烦心事。可如今才新婚头日，没事，走吧。你们先去给惠孙敬茶了。未敬活人先敬死人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实在不知诸位长辈在此等候多时，只是死者为大，勿忘故人，是陛下在围猎时便曾表露过的。好利索的嘴皮子，茶都等凉了，头日过门就这么侍奉长亲？是啊，这茶都等凉了，还是请侄媳妇儿再重新沏一壶吧。上来。先前府上都发生过什么？大伯和三叔是忘了吗？仪志堂和英国公府自我娘头七便分了府，人走茶凉，这不应该的吗？可是你别忘了，你还是英国公府的世子。公公说的是，如今我嫁给了国公府的世子，那我便是世子夫人。公公请用茶。这是我给嫂嫂备的礼，以前每次哥回来都要跟我一起，如今机会虽少了，好在有嫂嫂陪着哥了。谢汉帝。嫂嫂还能扒着你哥哥不成？往后有了嫂嫂疼你，更要常来才是。你看看，还是咱们汉哥儿懂事。其实咱们也都是给侄媳妇儿备了礼的，刚才一说话呀，魂忙忘了，拿上来。诸位长辈爱重，自然是有事情要教导我这个心腹。都招继为宋家父，自然会谦卑受教。算不上教导。宴堂大婚，咱们宋家二房没有尽上力，便想着把仪志堂修缮修缮，也算点心意吧。这倒是件美事。等儿媳妇儿点了嫁妆入了库，大嫂便筹措着办吧。又是下马威，又是给田走，不过是找个由头来收窦昭的嫁妆。哪儿的规矩都是长媳当家，大伯母不愿意交出内库的对牌和钥匙，眼睛却往我夫人的口袋里瞧。燕堂，此言差矣。虽说你母亲去世以后，咱们分了府，
可是这府上上下庶，还有财木的进出，这些都是你大伯母打理的。侄媳妇刚过门，这总得有人教教她，带带她。用不着2京13省的账，我夫人在陛下面前都清算过。统筹之法，甚至连户部都讨去了做范本。从前是我懒得计较，既然你们打这主意，索性连内库也一并分开到利落。这说的哪儿的话呀？一家人和睦本就是圣上的意思，总不能刚一过府就违逆吧？再说，这掌家治府啊，是费力不讨好的活儿，每天进进出出几10个事项，常常要忙到3更呢。三叔母说的，正是我和燕堂最为担心的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一家人和睦才最为重要。既然长辈们疼惜儿媳，那我的嫁妆就由大伯母代为保管了。素兰，去把陈先生叫来。是。还是我的儿媳妇明事理，这长辈愿意受累帮你，你可要心存感恩之心呐。公公说的是。你的私产不都折损在福亭了吗？是啊，只是野火烧不尽，正巧要赶上了春风。苗家做的土豆生意，有我80%的本钱。小姐，刚才我已大略查过，约7万两。招姐姐独具慧眼，今年的分红都在这儿了。你是说这7万两只是分红？嗯，这2箱便是公侯之家10年的缴用呢。别大惊小怪，被人看了笑话。我本是想着把嫁妆和这些分红一同入了府内的账，替长辈们分忧，帮忙管理府内的账。每年估计有个20分息的增长，各种置业、买卖、农作，加起来至少会获利7、8万两。如今都归了大伯母掌持，想必会比儿媳赚得更多。啊，这一年赚7、8万两，我哪能啊？是。儿媳的嫁妆中，还有一些田庄商铺，是和京城的一些侯伯夫人们合资的。每年若是赚不足这些银两，怕是要断了这层关系了。做生意嘛，最讲究的就是信誉了。这信誉要是没了，这生意就很难再续了，说不定还会得罪对家。弟妹生财有道，在京城是出了名的。婆母平常打理府上用度，那和弟妹的生意比起来，确实是不值一提。不如我看这账还是分开了算比较好，免得一家人啊最后因财生了嫌隙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贪女方嫁妆财产，最没出息。苗姑娘，把这些银钱弹回去，免得人家说我们宋家不是。好，我继续替姐姐管钱赚钱便是。抬走。赵二，跟三叔母说说，这些钱是怎么赚的？真没想到啊，侄媳妇这么能干呐！啊，二弟，我看不如把英国公府咱们的私产都交给侄媳妇打理吧，反正都是自己人，信得过是不是？是啊，这样好。大伯有命，本是不敢推辞的，只是若公公不点头，我身为心腹，实在是不甘无命。二弟，二哥，我懒得管了。不是，哎，二哥，二弟呀，二弟，二哥，你别不管啊！弟妹，你这生意可否也给你大伯家和三叔家留个席位？是啊，赵二，咱们手上都有些积蓄，我们都拿。我还当他是暗窥朝野的辅佐之才，没想到后宅争斗也是一把好手。我知道世子是护着小姐，只是定国公和蒋夫人之死，那一脉连枝啊。偌大的内宅，无非就是从钱财的调度和仆人的言行之中去查。小姐争掌府之权，也是为了世子。现下笼络人心，对牌，自可水到渠成。
二弟呀，这件事你可不能不管呐，这可是7、8万两银子。这俗话说这个利字当头嘛，啊。对呀，咱不用怕，这对牌不是还在我们手里吗？是啊。我平日薄待你们了吗？他才进府1天，就把你们全都给拿捏了，不，愧对列祖列宗。这尸骨不化。哎呀，走了。我说哥，你怎么和钱过不去呀？老三呐，别跟他啰嗦了，快出来！哎，国公，您放心，府里都是您的人，他初来乍到的，那些下人会听他的，之后便知道举步维艰了。真是小瞧这个窦昭了，没想到一个野丫头做事如此的老辣。难道是我哪点出了疏漏，着了这个逆子的道了？全京城都知道我们父子分府如同分家，大伯母、大伯媳妇儿还有三叔一家，你也不用操心他们那点家当，最好以后也不用跟他们来往，免得气坏了身子。我来见他们也不是为了找气受的。你爹不想让我主持钟馗，联合大伯、三叔一起阻拦，但是他们本就不是一条心。大伯、三叔唯利是图，大伯母外强中干，三叔母更是七情上脸。他们表面上服从你爹的安排，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小心思。唯有大伯媳妇儿明白通透，怕是知道夹在你与你爹之间做桥梁，这笔买卖做不成，他可以是我们的突破点。怎么了？只见过一次，就这么清楚，我的夫人为何如此聪慧？当日在田庄我救乌善那次，你不也一眼就看出了我家里的弯弯绕？还是世子那招相面之微比较厉害。日后英国公府那边要再出什么花招，你让陈先生去精武卫队找我，莫要自己扛。昨夜里还奉承我是女诸葛，这就信不过我了。不是信不过，是担心。对了，我送你一样东西，给你傍身吧。我第一次。没关系，稳住重心，盯着目标，瞄准。这比过年的炮仗还小，小心烫。你眼睛都不眨的。第一次试难免恐惧，越是害怕，越是要心定，沉住气。放心，我在你身边。没打中，已经很棒了。你若今日打中那个风铃，就算是入门了。试试。我先去梳洗一下。打中了，我打中了。夫人，可塑之才。手怎么了？给我看看。怎么又流血了？没事，我爱的。燕堂，不是说洗澡我自己来就行了？你这手都伤着呢，结疤前是不能沾水的。我来吧。没事，我自己来就好。
还是我来吧。若你受伤时我都不能照顾你，岂不是枉为人妇了？没想到堂堂7尺的宋大将军，还有害羞的时候。策马萧萧过残岗，听晚来风怒又连环。物是云台未消散，余生望你静若安澜。夜明只是风浩帆。我说我自己来，不是害羞，是怕吓着你。有朝只是写一生的傲然，为你带花。之前在朝文书铺，陈先生帮你包扎时，就曾说过，你背后满是伤疤。如今居然看到。你若灰暗中救赎的光，有你尽是恩赏，心目暖阳，临近旁。说过，对不起。你的这些伤，是为国，为民。这肩伤，还是因为我而留下的，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燕桃，两个人一起生活，最重要的是要让彼此觉得更舒适、更自在。以后的日子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要坦诚相待，共同面对，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侯爷，啊，明儿来了，还不让我看，我倒要看看，我看看。明儿，等画完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嗯，不，我现在就想看。哎呀，明儿，这是个秘密。嗯，那好吧。侯爷吃个水果。啊，嘿，我看看。你不让我看，就不让你看。看看，侯爷你真是的。明儿，等画完了给你看。嗯。嗯。哎呀，明儿今天真漂亮。老爷、夫人，给姑奶奶准备的八珍汤好了，该去问安了。问安问安，一天到晚就是问安，烦不烦？行了，你先下去了。是。那我去了。辛苦明儿了，去吧。还敢顶嘴？怎么了？周嬷嬷做错了什么？我听到了下人编排夫人，不过斥责了几句。你是侯夫人的嬷嬷，我是国公夫人的嬷嬷，你斥责我，便是心腹对家姑的不敬。日后这规矩，你得替侯夫人记牢了。夫人，夫人，明姐儿，把汤端过来吧。还不快点儿！
侯夫人，跪地而奉，手举过顶，才是敬重。八珍汤里的熟地黄，是明儿亲手炒熟加上的。姑姐气血亏虚，喝此汤最有益。越是公卿之家，规矩越是多的讲究。从早起要服侍婆婆穿衣服，晚上要给婆婆放下帐子，这些都是儿媳妇该做的。这几天你学学规矩，一一照做。你姐姐到了英国公府，又添钱又出力撑着内府，你呢？内库账目几何？余钱能够熬到几时？你有数吗？这账上的窟窿，是前几年老侯爷、老夫人过身时置办丧仪落下的。那窦昭的嫁妆和私产有多丰厚，你也听说了吧？我们魏家愿意认你，你却丝毫不知感恩，一门心思净哄着我那傻弟弟了。侯府的未来和着落，你想过吗？你娘应允好的分利呢？这是做什么？明儿，来，起来。没事吧？手怎么样了？姑姐给弟媳立规矩，天经地义，与你无关。这里是景宁侯府，不是景国公府，怎么就与我无关了？姐姐若是为了钱，我大不了卖些书画去周转。我知道你嫉妒窦昭的嫁妆，可你也不能把气儿全往明儿身上撒呀。你说什么？这些年我补给你多少提及，不见你心疼我。如今我只是让他也拿些出来贴补一下府上，你却嫌我多事。老天没眼，怎么不一道雷劈死你这个讨债鬼！姑姐，是明儿不妥，不该让姑姐同夫君起争执。姑姐方才说的，我归宁时去求母亲便是。慢点抬啊，都小心着点。就放这儿。这么多的回门礼，想必京城是头一份啊。小婿回门，备了点薄礼。咱们进屋聊，请。你这是存心让我女儿难堪。不过，你若没了这些钱财，我就不信这宋墨还会这般待你。不像我家明儿和侯爷情深爱浓，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俗物。你呀，只不过是个可怜人罢了。这些话从夫人嘴里说出来，还真是新鲜。钱财难赚，情爱却易逝。这个道理还是我昔年从夫人身上学到的。七奶奶，景宁侯夫人归您来了。这么多年，母亲容颜不改，如今与我不似母女，倒似姐妹了。是啊，你不在这府中的日子呀，我也省了不少心，自然这气色就越来越好了。倒是你才嫁过去几日啊，就已经消瘦了一圈了。那魏廷珍是不是虐待你了？还国公夫人呢，有这么做姑姐的吗？找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跟她算账。母亲，侯爷是护着我的，他待我挺好的。哼，待你挺好。前些日子你回门，他带了什么礼？再看看今日，我和侯爷不在乎这些。但侯府平时什么吃穿用度呀？啊，
就算他不在乎，他那个姐姐能不在乎吗？母亲，真的不必担心我，姑姐待我也挺好的。行了，别再蒙骗我了。魏廷珍什么脾气秉性我还不知道吗？他若知道今天窦昭有这么多嫁妆，那以后你在侯府的安生日子就更没有了。当初命都不要，非要嫁过去，现如今受了委屈又不敢说了，真是个没用的窝囊废。旁人羡慕姐姐的嫁妆，比较议论也就罢了，为何娘也拿这个来奚落我？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自生下来，我在娘的眼中就全是错漏。既然如此，我不来给娘添堵便是。哎，小姐，你瞧这孩子啊，在婆家受了委屈，回来知道跟我吵架了。你瞧他那个性子，跟他爹一模一样。夫人，您不知道，明姐的日子过得实在是辛苦。明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明儿定是初为人父，有些想家了。让她们姐妹俩叙叙话，小婿陪您喝一盅。成亲以后，我才发现，姐姐昔日劝的都是肺腑之言。这些公侯之家，没有外人想的那般光鲜。嫡子虚空，面上还要好看。我没有本事，补不上窟窿，也撑不起体面。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，过好以后的日子才是最要紧的。越是名门望族，这账上的窟窿就越大的吓人，你得放宽心。我的那些嫁妆和这些窟窿相比，简直就是九牛一毛。如今，倒逼我这个后宅妇人从哪儿变出钱来？其实很多内务小事看似不起眼，但这其中有很多的讲头。就像是辽东米软糯，900文一担，而江南的鲜米硬朗只要700文。做粥2碗辽东米，1碗鲜米，做饭反之，这样粥饭都好吃。这一年下来也能省个500-600两的进账，一半存到银楼，一半放给茶商，就能赚到上千两。好法子！姐姐，你上辈子一定是个财神。而且啊，家中的置业也得理一理了，就像是亏了几年的酒楼、粮铺，就以狠心卖了吧。再投些实心的香粉铺，成衣。不必了，明儿。明儿有我和他的外祖撑腰，就不用学你这副抠缩的样子。这辈子，我不会让明儿缺了钱去的。等过几日，让他外祖给侯爷安排个实缺，侯爷仕途昌顺，就更不必为这些俗务琐事而分心了。走。娘，您适才说的可是真的？可是外祖向来刚正为公，最恨偏私，他怎会愿意？这人呀，一旦有了子女，就不能只为自己活着。当年父亲遭贬，我也是拉下脸去，卖粥卖粮。如今为了你，我也只能再拉下脸来，求父亲破一次例。把这些拿着。
些我不能要。您如今是什么处境？女儿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您哪来的这么多钱？女儿虽然没出息，但女儿不能不孝。土匪放钱可是大罪，朝廷又查得严。娘，咱们再想想别的法子，好不好？可这宅府里的女人，除了有个官府的身份，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难道要学那窦昭，认识些不三不四的人，操持谏业？明儿，你记住了，你是侯夫人，永远不要做那样的事情。这些你收下，以后在侯府里面硬气点，有娘替你撑腰，知道吗？等以后侯爷有了正业，你那姑姐就不会对你不客气了。真的吗？到时候娘也就放心了。娘，傻丫头。小心，去吧。夫人嘴硬心软，实则疼爱小姐至深呢。给侯爷谋差事，又要上上下下打点一番。从我司库里再抬一担出来当掉吧。是。这采买的账有很大的水分，去一一验过，看管事的贪了多少。夫人手上没有对牌，吩咐不动那些下人，要补的瓦、该添的药都事事推诿。如此下去，是逼我们自己掏钱供府里开销。这只是其一，其二，夫人每日的言行总是有人鬼头鬼脑的查探，晚上就去了国公府，我都一一记下来了。这些下人都是听命于国公爷的。我们在英国公府成了不速之客了。世子怎么看？要不要我把府里的人都换一批？管不了国公爷的人，至少一制堂可以换成自己人吧？没那么简单。能留在英国公府做事的，都是从3代以前跟随祖上有关系的老人，有好些还是看着我长大的。一并换掉，且不说难易，实在是心有不忍。那也没有助长这些下人威风、委屈夫人的道理吧？素兰，我已经与世子成婚了，以后不可以再把世子当外人了。素兰知错了，姑爷对不起。眼下换新的仆人，一时半会儿也培养不成心腹，还有可能混进来细作。如今太子和亲王都想拉拢世子，若是他们的人混进来，会比现在的情况还糟糕。夫人，世子，英国公府的人未必全都要换掉，他们本身忠于英国公府，而不是宋宜春。之前世子行事暴虐，他们以为世子是与英国公府为敌的，所以才站边宋宜春的。倒也是啊，日后若世子真要掌控整个英国公府，而夫人又能拿到府上钟馗对牌，他们自然也就服了。可问题的关键在于，世子被打，婆母去世又很蹊跷。虽然说这院中的家仆都换了一批了，但这其中，说不定还有家仆知道缘由，所以世子不能换他们。世子觉得我说的不对吗？夫人方才责备素兰不能把我当外人，那你刚才叫我什么？燕堂。再说一遍。燕堂。哎呀，他们都在呢，你干什么呀？马上不在了。
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我从前总说自己名声不好，细想，你以前也和我一样名声不好。那是我之前不想嫁人，所以不在意他们说什么闲话。可如今你我成婚，夫妻一体，你要仕途高升，就容不得王映雪、宋宜春造谣传话，损害声望。我得断了他们这本事。本是要保你自在随心，如今却让你成日为这后宅争斗所困扰，是我对不住你。我们家本来也是狼虎一窝啊，谈不上谁对不起谁。再说，你都说我是你的军师了，自然要帮你分忧啊。还军师是吧？军师怎么了？都是你，干嘛呀？这是说点正事，你看你。你在这个房间聊的那些事就不是正事。那这个房间聊的什么是正事？江夫君，宋墨。愿如海苍月，如蝶莲花间，如阡陌淡如心弦，晕开思念。如朝日等飞燕，金戈追长鞭，百战不厌。我说姑爷怎么一直黑着脸呢？原来是咱家姑娘没改口。真没想到我们能在一个府里当幕僚，感叹前几个月我们还是敌人呢。世事难料啊。我在想啊，若是当日攻城之时那一箭没有射歪，会如何？哎，老弟啊，你看这伤疤还在呢。嗨，陈先生，咱们仪制堂有上好的甘露白，正好效我桌椅赔罪。好，请。不过大事不好啊！哎呀，你喊什么喊？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好像出事儿了。整个仪制堂都在搬运货物，香樟木箱子里装着满满当当的都是银票，6、7个人在花厅里打算盘，连口水都没工夫喝。就往年国公府结账时，也就是1、2天就完了。那得多少天庄啊！窦家虽然是出了名的商贾出身，但也不至于有这么多的家财吧？是啊。赶紧给我盯紧了，查一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是。日后见这天色不好，得帮侯爷把话说好了，否则打湿了他要心疼的。是。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喜欢。只要是明儿喜欢的，我就开心。这是佩锦上次画的吗？对啊，这不是要给你个小惊喜吗？真好看。夫人，夫人，我家夫人请您过去问话。啊，知道了。侯爷也能陪我一起去吗？明儿，我这还有些画作没做完，等做完了。可是明儿放心，我姐姐是嫁出去的姑奶奶，你是我名为正娶的侯夫人，你也应该拿出侯府主母的做派来，省得让他们欺负。
姑姐，你自己看看，哪有一点当主母的样子？这账册亏空这么严重，你是怎么做的？真是家门不幸！要没你替嫁这种事，我们侯府至于到这般田地吗？你哑巴了？姑姐教训的是，我娘上月刚贴了些银子，这才没过多久，我想着府内的开销能否再节省些？省什么省啊！我们堂堂侯府就靠你这几两银子过日子，你这当主母的说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？若府里只有开销，没有进项，再厚的家底也会坐吃山空。所以，我母亲去求了外祖父，给侯爷谋了个5城兵马司、北城副指挥使的差事。这是侯爷的任命书。原本打算叫上侯爷一同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姑姐的。这还差不多。宁儿的孩子就是被你硬生生给弄没的。你今日若不能给我个交代，咱们就去圣天府说理去。姐姐早就告诉过我，侯爷不算是个好夫婿，你后悔吗？